汉武帝建元年间，未央宫的案几上摊开着一卷大汉的地图，在陇西以西的位置，没有山川，没有城池，只有一片空白。公元前138年，大汉帝国的首都长安送走了一支100余人的队伍，没有浩荡的军乐，没有华丽的誓师，这只由汉中人张骞和匈奴降人唐义府带领的使团，更是一次在完全缺乏地缘情报和补给支持下，向未知疆域进行的渗透。彼时的汉武帝刘彻正看着未央宫里的地图，大汉帝国在当时的东亚大陆上处于一种令人窒息的地缘禁锢之中。北方的游牧匈奴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将汉朝封锁在长城以南。为了打破这层封锁，汉武帝需要寻找一个传说中的盟友大月支，匈奴破月之王，以其头为引器。据说这个曾被匈奴击败，连国王的头骨都被匈奴单于做成9碗的部落，已经西迁到了无人知晓的远方。汉武帝的战略意图是找到他们结盟，然后从东西2个方向对匈奴腹地完成战略级的双向夹击。但问题是，大月支在哪里？中间隔着多少个国家？要走多少年？一无所知。在当时的汉人认知里，出了陇西就是一片被黄沙和死亡笼罩的荒漠。张骞带着大汉的结账，带着100多人，就这样一头扎进了这个深不见底的地缘盲盒。他们刚踏出汉朝的实际控制线，就迎面撞上了匈奴的游骑兵。这场本该是纵横捭阖的地缘外交，在出发的第一步就变成了全员被俘的阶下囚，一场长达13年的绝境求生就此拉开序幕。匈奴得之，传译单于，单于留之，留谦10余岁，于妻有子，然谦持汉节不失。在匈奴的10年是一场漫长的心理折磨。当时的匈奴君臣单于并没有把张骞拉出去砍头，单于采取了一种更为高明的同化策略，他给了张骞牛羊，分给他穹庐，甚至给他分配了匈奴妻子，让他生儿育女。单于试图用日复一日的草原生活，用妻子儿女的羁绊，去一点点消磨掉张骞的汉朝记忆。10年3600多个日夜，张骞看着身边的随从一个个在极寒的白毛风中倒下，或者在绝望中彻底变成了穿着皮裘喝着羊血的匈奴人。他的口音或许已经染上了胡风，他的双手也因为放牧而长满了老茧，但张骞仍随身携带汉庭授予的符节，维持其作为大汉外交使节的标志与法律身份。那根象征大汉帝国授权的节杖被他贴身保管，上面的牦牛尾毛已经在10年的风沙和抚摸中全部脱落，只剩下一根光秃秃的竹竿。但这根竹竿是张骞与长安之间唯一的精神锚点。终于在公元前129年前后，匈奴内部因为草场和权力更迭出现了一丝松懈，监视网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缺口，张骞果断选择了逃亡。但他逃亡的方向让所有人震惊，在被囚禁了10年，受尽折磨之后，任何一个正常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向东逃回故乡，逃回安全的长安。但张骞带着向导唐义府调转马头，义无反顾地向西狂奔。对于张骞来说，10年的折磨只是延缓了任务的进度，但并没有取消任务本身。哪怕这具躯体烂在大漠里，他也要去执行那个10年前未央宫下达的战略指令。向西的道路是一条挑战人类生理极限的死亡行军，他们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边缘，一头撞上了葱岭，经帕米尔高原。这是一道横亘在欧亚大陆中部的天堑，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终年积雪，极寒缺氧，没有后勤补给，没有御寒的重装。张骞和唐义府在冰川的裂缝中穿行，严重的高原反应让他们的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吞咽碎玻璃。当这2个衣衫褴褛如同野人一般的汉朝使者终于翻过雪山，站在大渊国经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的土地上时，大渊国王震惊了。大渊人早就听说过东方有一个极其富庶的汉帝国，但从未有过接触。张骞的到来像是一个天外来客，生生把2个完全隔绝的文明板块拼接在了一起。在大渊的帮助下，张骞继续西行，经过康举，终于抵达了大夏。在这里，他找到了那个让汉武帝魂牵梦绕的大月支，但现实却已发生了变化。大月之王以为虎所杀，立其太子为王，继承大夏而居，地肥饶，少寇，治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大月支确实在这里，但他们已经变了。这片被称为大夏的土地，河流纵横，物产丰饶。大月之人在完成西迁后，赶走了原住民，全盘接管了当地成熟的农耕与商业文明。在地理与财富的双重洗礼下，这个曾经在马背上饮血的游牧部落，完成了向定居统治者的身份转型。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拥有了城市、农田和庞大的既得利益。
从地缘政治的收益核算来看，安居无寇的生存红利已经远远超过了向东复仇所能带来的情绪价值。大月支的统治阶层反馈了拒绝合作的明确信号，他们不再具备跨越数千里疆域去替大汉帝国分担战争成本的战略动机。张骞在大月支苦苦游说了1年多，最终的答案依然是拒绝。从单纯的政治 KPI 来看，张骞出使西域的任务在这个肥沃的盆地里宣告彻底破产。汉武帝那个东西夹击匈奴的宏大战略只是一厢情愿的梦。如果故事只到这里，张骞不过是一个悲情的失败者。但就在大夏的集市上，张骞的目光穿透了失败的阴霾，捕捉到了大汉此前完全缺失的一块极其重要的地缘情报。在大夏熙熙攘攘的市场上，张骞停下了脚步。他在那些高鼻深目的商人摊位上，竟然看到了熟悉的物品——蜀布和琼竹杖。这是只产自大汉西南地区今四川一带的特产。他拉住商人询问货物的来源，商人告诉他，这些特产是从东南方数千里之外一个叫渊渎的国家经由商贾一路辗转贩卖过来的。这个极其微小的商品流通细节，在张骞极具战略眼光的大脑中迅速完成了一次严密的供应链逆向推演。北方草原的贸易通道此刻正被匈奴的军事铁幕彻底切断。既然如此，蜀地的货物能出现在中亚，就意味着在逻辑上，大汉的西南方必定潜藏着一条绕开匈奴封锁、直通渊渎并连接大夏的未知经贸路线。张骞通过几件普通的食物，透视到了一个从未进入汉朝决策层视野的全球贸易网络。大汉帝国一直以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以为匈奴是唯一的边患。但现在，张骞终于发现，在汉帝国的视线之外，早就存在着一个庞大、精密、交织着无数利益的欧亚大陆贸易网。而在这张大网里，大汉不仅不是中心，反而是一个被排斥在外的孤岛。匈奴这个大汉眼里的野蛮人，竟然一直垄断着整个北方大陆的贸易通道，做着东西方文明的中间商，汲取着惊人的财富。不仅如此，张骞还在这片土地上观测到了另一种足以改变战争形态的战略资源——大渊国的汗血宝马。是汉顺着鬃毛滴落，像雪一样沿着马腹滑下。大汉原有的战马多为本土亚种，虽乃粗饲，但体格矮小，在负重重装甲胄的情况下，其极限冲锋速度与耐力上限在匈奴骑兵面前处于天然的劣势。而大渊马肩高腿长，肺活量惊人，在冷兵器时代处于顶层。一旦大汉引进了这种基因源，汉军骑兵将获得关键的机动性能冗余，完成从步兵载具向冲击铁骑的硬件跨代升级。张骞意识到，他虽然没有找到盟友，但他找到了帝国未来100年的核心利益，必须把这些情报带回长安。大汉不能再闭关锁国的与匈奴在长城沿线死磕了，大汉必须打通河西走廊，冲进这个广阔的世界版图里去抢资源。公元前128年，张骞踏上了归途。为了避开匈奴，他刻意绕道青海，试图从羌人的领地潜回，但命运的残酷在此刻再次显现，他第2次被匈奴游骑兵俘虏。再次落入单于之手，张骞依然一言不发，他就像一个装满了情报的容器，封锁着自己。岁余，单于死，骞与其胡妻及唐义府俱亡归汉。1年后，君臣单于病死，匈奴内部爆发争夺王位的惨烈内讧。张骞趁着游牧王庭的混乱，拉着他的匈奴妻子和向导唐义府，抢了几匹快马，最后一次向着长安的方向狂奔。公元前126年，未央宫的殿门被缓缓推开，出发时是100多名壮盛的汉家儿郎，现在只剩下2个形如枯槁、满面风霜的老人。初迁行时100余人，去13岁，唯2人得还。13年，整整13年，张骞将那根光秃秃的节杖重重地刻在未央宫的青石板上，跪倒在汉武帝面前。汉武帝看着眼前这个几乎认不出来的臣子，接过了他用13年生命和100多人换回来的那份西域图记。当汉武帝彻夜翻阅这份情报时，帝国的战略指针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偏转。张骞带回来的是一个比击败匈奴更具诱惑力的宏大愿景。在那片未知的西方，有大渊的良马，有康举的弓箭手，有安息帕提亚帝国的庞大市场，有渊渎、印度的温暖象群。匈奴不再是最终的目的地，匈奴成了大汉通往世界版图路上的绊脚石。大汉的战争逻辑变了，以前打匈奴是为了生存防卫，现在打匈奴是为了开疆拓土，是为了接管整条欧亚大陆的陆地霸权。史书上，司马迁用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词来形容张骞的这次行动：凿空。像是在无尽的黑暗山体中，用血肉之躯生生凿出了一条透光的隧道。张骞的回国按下了大汉帝国全面扩张的启动键。
仅仅过了5年，那个名叫霍去病的年轻战神就带着张骞带回来的大漠地图，率领大汉铁骑杀入了河西走廊，将匈奴人彻底赶出了祁连山，打通了通往西域的战略大动脉。张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斩将夺旗的武将，他一生都没有在战场上斩杀过多少敌人，但他比任何一位将军都深刻地改变了这个帝国的底层架构。他用13年的忍辱负重，将原本孤立的华夏文明拨入了一个充满血腥竞争但也充满无限生机的欧亚大棋局。他走过的那条风沙漫天的路，在随后的2000年里被无数的商队、使者、僧侣和军队反复踩踏，最终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条血管——丝绸之路。公元前114年，张骞在长安平静地闭上了眼睛。他死的时候，大汉的使者已经带着金帛，骑着骏马，源源不断地行驶在他当年九死一生走过的那条路上。他用一次看似失败的出使，为这个民族打开了一扇永远不会再关上的大门。